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大美。相信提到彩礼这两个字，很多人都不会觉得陌生。彩礼到底有多可怕呢？它到底有没有什么标准呢？其实，在我们生活中呢，很多农村都为彩礼编过一段顺口溜，一如万紫千红一片绿，万里挑一，六斤六两，三金一响，一动不动。这样的顺口溜呢，也是让农民们很无奈。在河南的一些地区，它的彩礼往往都要超过10万元，而在江西的一些地区呢，彩礼往往会更高。所以说，农村人也不得不面临着天价彩礼这个大难题。说到这里呢，大美只想说，生活不易啊，非常的不易。然而，天价彩礼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，农村又出现了5大歪风。什么是5大歪风呢？下面就请大家跟大美一起去找个人，让他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5大歪风。走吧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到了地里面了，很显然干活的人很少。不过呢，我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大妈，我们一起去问一下她吧。大妈，干活呢？啊，你干什么了？大妈，我问一下，您知道农村天价彩礼吗？啊，这个我知道啊。最近我听说又出现了5大歪风，您了解这个吗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上电视了？啊，是。哎呀，这个我可得好好说说。这第一个歪风，老人承包馍，月嫂承奶妈了。怎么说？你看哈，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工作，你就算结婚，他都百忙之中得抽出点时间来。一般家务活都有家里的老人干，自责的老人就承包馍了。你说家里没有老人接待的呢，通常都是请个月嫂在家帮忙带孩子，这就形成了宁愿花钱找人带孩子，也不愿意自己去带孩子。确实是。那第2大歪风是什么？第2大歪风嘛，就是少奶奶称风。在以前农村有句俗话说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。你再接着说。第3个歪风就是那种伏地魔。伏地魔，这个我知道，是不是就是那种女人结了婚之后还处处想着娘家人，什么事儿都把娘家的人排在第一位，甚至会拿着婆家的钱去帮助娘家的人？对，你说的这个非常对，尤其是那个娘姐还有个弟弟的，他呢在婆家赚的钱给他弟弟，然后叫他婆婆来还钱。你像这种情况，他不直接影响到他夫妻的感情？是，确实影响。那第4大歪风是什么？就是骗婚啊！骗婚？对呀，你看哈，这农村的小伙子一旦到了结婚的年纪，他们自己都着急结婚，他不但自己着急，家里的老人都忙着催婚，有的甚至于去找媒人、找婚介公司，这样呢就给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，专门成立了骗婚团伙。骗婚团伙？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当然就是彩礼、散金，还有一些别的财物了。有的人甚至就是结婚以后没有老长时间，就随便找个理由挂不上来了，就要求离婚。
以后呢，还得要求男方分他一半的财产。我的天哪，真的太过分了！这不是拿结婚当儿戏吗？大妈，我猜到你要说的第5大歪风是什么了，是离婚率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这个离婚率啊是太高了。你像农村，这个离婚率啊都比以前增加了不少。特别就是现在这是年轻人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，第一，这个女孩子在男方家生活的确实不幸福，她感觉的吧，在这个婚姻中啊，她不想着委曲求全自己。第二个原因呢，这个女方啊，对这个物质需求啊有点高。当男方达不到他这种需求的时候，他就感觉到不平衡，就要商择离婚。这2个原因确实是会导致离婚率增加。不过大妈，并不是所有的女人她的物质需求都那么高。姑娘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还有个原因没说嘞。这第3个原因就是有的男方爱好赌博，不思进取，就是这种关系造成的。是大妈，你说的这个现象确实存在。你看，在生活中，如果一个女人把自己的一生交付给一个男人，这个男人如果不思进取的话，真的会很伤这个女人的心。时间长了，真的会有想要离婚的想法。那我知道了，听了您的这番话，我真的是受益匪浅。其实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都应该学会将心比心。今天太感谢您了。不用客气，我陪你唠了半天嗑，把我的话都耽误了，你还不得意思意思啊？200块钱，200块钱，200块钱啊！